觉得是时候了，我应该出来分享一下之前在菲律宾旅游被迷昏、存款归零的亲身经历。这件事情我很少跟别人说，因为跟人家讲一次，我就会难过一次。但是我觉得，假设我录成影片的话，我只要难过一次，但是能够带给大家警惕的话，那就好了。希望大家出国都能安全平安。在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，我曾经去过菲律宾16次，我也算是一个菲律宾的小专家。但其实我在第一次去马尼拉的时候就有过不好的回忆。2007年11月6日，大概是快10年前，10年前的我长这个样子。你们不要在下面留言说10年前比较帅。在研究所的论文专题是写菲律宾的南海政策，然后就到马尼拉去拜访一些学术机构，并且拿一些研究的资料。2007年11月10日早上11点，因为我的田野调查已经结束了，就一个人跑去马尼拉的动物园。马尼拉的动物园非常的小，所以大概30分钟我就逛完。逛完动物园以后呢，我就一个人走到观光客的大本营马拉铁区。但因为是第一次去，所以我不是很熟，就是在路上开地图，然后这边找路。后来就有一对男女过来关心我，他说：“你是观光客吗？需要帮助，你是迷路，想要去哪里？”我跟他们说，我想要去 shopping mall， 然后买一些纪念品回去。然后我想买一个小台的吉普尼，菲律宾很有名的吉普车。这两个菲律宾人呢，也很热心的带我去购物中心。然后我们在购物中心里面绕了很久，终于找到这个小台的吉普尼。后来呢，我跟他们2个人一起吃中餐，这是吃中餐的照片。菲律宾的食物的照片看起来不是很美味，不过当你实际去吃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哇！真的跟它看起来一样的不好吃。边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这几天有去马尼拉哪边吗？”然后就跟他说：“我基本上都在逛购物中心，蛮无聊。”后来他们就问我说：“等一下我们要去火山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呢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我也想要去看那个大雅台火山，非常有名。”坐上巴士，一路往南就往菲律宾的避暑胜地大雅台火山前进。到了大雅台，风景真的很漂亮，整个心情就放松了。菲律宾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！那在大雅台的公园逛了很久，那最后我们在一起吃晚餐，后来又有2个人加入，一个老阿嬷，然后还有一个弟弟。那晚餐呢，还是吃着看起来不好吃，而且吃起来就像它看起来一样不好吃的菲律宾料理。我喝了2瓶 San Miguel 生力啤酒以后，突然觉得说好像有点醉了。他们就说没关系，今天晚上先睡大雅台的饭店，明天一早坐巴士回马尼拉，然后再送我去机场。隔天一早呢，就跟他们一起坐巴士，然后回到马尼拉。那到饭店收一收，我就恍恍惚惚的，然后坐上计程车就往机场前进。那在计程车上面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传简讯给我，问我到机场了没，然后要注意安全而且他跟我说我是他们在菲律宾永远的家人，他们会永远想念我。未来只要我来到马尼拉，一定要跟他们联络，他们会再带我出去玩。看着这些简讯，想到昨天的热情招待，还有大雅台火山的美景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。虽然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了，但是我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那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那种情谊，非常的深。那我到了机场呢，好像是因为睡眠不足，然后不小心跌倒了2次，是整个就这样翻倒在地上2次。回到桃园机场，那坐巴士回台北，下车的时候也忘记把纪念品带下车。一回到台北，我马上就跟我朋友讲说，菲律宾真的很好玩，有多好玩，然后当地人有多么的热情，多么的好客。然后我也马上整理那个电脑的资料，然后赶快上传到 Google 相簿，一张照片写下备注我当时的心情。讲到这边，你可能会想说，今天不是要讲你被下迷药的故事吗？别急，现在就要开始了。过了2天后，我去提款机领钱，奇怪，出现错误代码，余额不足，难道是我眼睛业障重吗？后来我去刷我的存折，看到存折上面数字，我简直不可思议。在2017年11月10号的晚上，也就是那一晚在大雅台的饭店，我的提款卡被连续提款提到提不出来为止，账户里面只剩下几十块。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也蛮好笑，我就先看看我的肚子有没有什么手术的痕迹啊？因为那时候很流行一种都市传说，就是在异国被迷昏，然后醒来发现自己的肾脏被挖掉。我很确定我被迷昏了，于是我就开始去想那一晚发生的事情。那一晚我怎么可能会喝2瓶啤酒就醉了呢？那一天晚上那种晕呢，感觉不像是酒醉的晕，就是一种没有力气的晕。我想应该是他们在啤酒里面下了迷药。
那时候记忆都是片段，我只记得说那时候在旅馆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要付旅馆钱了。那因为我身上钱不够，我就说我去领钱了，他们就扶着我去。我猜就是那时候我领钱的时候，他们在隔壁看着我按密码，再把我的提款卡拿走去领钱，然后再偷偷的放回去。他们做事非常的细腻，这样我才不会发现。这样一来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为什么那一天早上我整个会恍恍惚惚的，而且感情变得很脆弱，看着简讯一直哭。到了马尼拉机场，跌倒了2次，回到台北坐巴士下车的时候又忘记纪念品。我想这一切都是这个迷药还没有退的症状。不知道看我影片的人有没有什么迷药专家，可不可以帮我解答，到底我是被下了什么迷药？不幸中的大幸是，我提款卡里面只剩下3万多块，剩下的都是定存，也没办法领出来。但是我内心非常的受伤，还记得我一回到台北就赶快把那些照片整理上传，然后我在备注写说他们是多好的人，我都不会忘记。他们不是我在菲律宾永远的家人吗？为什么要骗我？钱没了就算了，但是本来很好的回忆变成噩梦，真的很痛。想要看那个相簿的人呢，可以到我备注栏的链接去看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删掉。我想可能我潜意识不想要承认我遇到诈骗集团的事实。再过几天呢，那些盗领我钱的菲律宾人呢，打了国际电话给我，还跟我问好，关心我。不过那时候我其实很生气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反应，我骂他还没有用啊，我也没办法报警啊，我就把他挂掉电话。我觉得我真的是搞不懂菲律宾人啊，诈骗以后呢，还要做售后服务吗？今天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一方面也是希望我可以释怀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也希望各位呢出国一定要注意3件事：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，特别是没有任何原因就对你很好的人；不要乱喝陌生人的饮料；还有国际提款卡里面的钱不要放太多。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，但是却是我惨痛的回忆。可以的话就分享出去吧，希望大家在国外都能平平安安的。Namaste。